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浦厂的健体顾问 Oliver。今天呢，要来为大家开箱桃园最新重磅打造的场馆青浦厂。青浦厂呢，位于桃园市中坜区永信路219号，然后是临近桃园机捷、乐天棒球场跟高铁。仅需5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喽。我们这里有提供专属的停车场，只要呢是会员就可以免费做折抵的，让你的运动之路畅行无阻。那场馆呢也有配备饮食区，那可以及时的补充能量。我们青浦厂总共有3层楼，占地面积是800平。我们有引进韩国品牌 Newtek Running 的器材。如果是臀腿训练爱好者，那你绝对不能错过 Girl Builder 的器材。你可以先用 Newtek 练上肢，再用 Girl Builder 练臀腿，直接练好练满。还有我们的有氧器材都是使用 Matrix 的，它是有配备无线充电加上大萤幕，然后还有可以连接蓝牙耳机，直接颠覆你对有氧器材的想象。是不是已经等不及想要一探究竟了呢？那接下来的话，就让我们看一下青浦厂的环境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20教练，欢迎回到这样健不好哦。现在网络资讯非常的发达，然后可以查到非常多的影片。那每个训练影片都有它的迷思，那这些迷思我们今天就来讲解一下，到底怎样的迷思我们要怎么样的解决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来到第一个环节，就是讲我们的杠铃胸推。那杠铃胸推的迷思呢，就是讲说我们的杠铃可不可以碰到胸，或者说一定要碰到胸吗？然后第一个，我们先来想一下，每个人的臂展长度不一样，所以当我今天下放到我的胸线，很想要碰到胸，手臂较长的这一端，他的肩膀应该已经不舒服了，可是我还要碰到胸，我还要持续下去吗？这时候应该会选择是不要，因为我的肩关节已经不舒服了。那我执意要下到碰胸的话，风险较高。那我们不做风险较高的事情，因为安全疑虑。然后第二个，每个人的胸廓天生结构都不太一样，所以肩手关节轮廓也不太一样。今天如果说我很执意要碰到胸的话，胸骨较凸的人，他们的碰到胸的时间点会比我们来得早一些。那如果像我这样平伸的，比较扁平一点的，我碰胸的时间就会比别人晚一点。那我的肩膀的延伸也会比别人来的多一些，那我肩关节也会相对不是那么舒服。好，第3点，如果我今天的胸比别人来的突出，我们讲一下，像美国队长好了，他在变身前，变身后，胸的轮廓就已经比我们来的大很多。那今天他变身前会先碰到，还是变身后会先碰到？一定是变身后，因为他的胸比我们来的大。好，这样可以理解吼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示范一下怎么做检测自己的活动范围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平举在你的肩关节前方，让它自然的往后放到你的最深，这是我们主动可达到的活动范围。但如果说今天我因为重量的关系，我压下去了，压得很深，超深的碰到胸了，可是我肩膀不舒服，这叫做被动可活动范围，因为我是被重量压下去的，并不是我自己可以达到的范围。那我的肩膀不舒服的情况下，我还会执意要碰到胸吗？那我们今天就来示范一下怎么做杠铃胸推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臂展长度。如果说每个人的臂展长度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今天这一只手的臂展比较长，这只手臂展比较短，那等于说我下放的过程中，我的臂展较长的这一端，它的压力会稍微来得大一些。那我这时候碰不到胸，我还要再下去吗？那我们再看一下，这是我徒手往后放
主动可达到的活动范围。那这个呢，是我被重量压下去，被动可达到的活动范围。那这个时候，我的肩关节已经不舒服了，我还要执意碰到我的胸吗 ？OK， 好，所以综合以上3点呢，训练碰胸就不会是我们的训练指标，而是要依照个人的活动关节跟关节不适度去判别，说我到底适不适合这样的角度。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呢，我们在做肩关节外展，到底可不可以耸肩？那 OK， 好，那我们先讲到一个，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做肩关节外展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肩胛骨会自然的形成一个上转的动作。这个上转，它称之为叫做肩弓节律。好，那什么是肩弓节律呢？就是当我们的肱骨在做移动的过程中呢，肩胛骨会同时的做上下转动，这是称之为肩关节的律动，所以称之为叫肩弓节律。那当我们今天在做哑铃的侧平举的时候呢，0到30度的这个位置是哑铃给予阻力较小的位置，那重量较重的时候是在3度以上。好，平举到我们与肩关节平行的位置的时候，重量较重。推荐一个，就是在做绳索侧平举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刚好补足我们的哑铃在低点不足、阻力不足的这个位置。如果说今天轮轴在我们的身体旁边，拉到你的力臂跟绳索呈90度的位置，这时候的阻力是比较高的哦，也刚好补足的是哑铃不足的那一段。再看一下，如果说我今天把轮轴放得比较低，好，拉起来的时候，它阻力较高的位置，力臂呈90度的时候，好，就在这段以上。所以你可以自由的去摆动你的身体啊，但是力臂都是呈90度，对，好，所以它练到的位置相对也会来的不同，好，所以你想练哪个位置，就是取决于你轮轴的高低，那你就不用搬了很多哑铃，然后拿比较重的去练低段，然后拿比较轻的去练高段，对，你可以直接调整轮轴。就练到你想要的位置。综合这几点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做自然的肩弓节律的时候，不会去压缩我们的肩关节，不会做肩关节压低，对，可以自然的做出耸肩的动作，但是也不是这样做，也不是这样子做外展哦，它要有自然的节律，所以是上转的过程中，不要去压缩它，也不要去把它提起来，保持在自然的上转就可以了。OK。再讲到的就是我们在练阔背肌的过程中呢，很多人都会讲说，你练阔背肌你不能躺得太后面，对，那这样子练不到，什么都练不到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阔背肌呢，它是呈一个扇形的肌肉向前长到我们的手臂上，所以当今天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阔背肌的伸展是较少的。那我在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往下拉，好，大圆肌收缩是比较多的。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练阔背肌呢，我要让我的阔背肌尽量包覆着我的肋骨，手臂会往前带，然后相对抓的位置会来的较窄。好，往下做。那我要给它伸展，我不可能是做垂直面，这时候我的阔背肌是不太好收缩的哦。所以我要让我的阔背肌发力的话，伸展的多一些。我的身体要微微的向后躺，让我们的手臂在你的视线的斜前方进行下拉的动作。让手肘对到哪里呢？骨盆前端有一个东西叫做髂棘，髂骨凸起来这块骨头，对，我会让我的手肘呢一直往下对到它这个突的骨头。好，所以再做一次哦，让身体微微的向后躺，手肘找到我们的髂棘，垂直向下，保持我们的中轴稳定。微向后躺这个动作是 OK 的，也是阔背肌比较好发力的位置哦。那我们中轴稳定呢，微向后躺，让视线把手在你的视线斜前方、斜上方，
往下拉，让手肘对到髋骨这一段，是我们阔背肌比较好处理的位置。但如果说我今天躺得非常的多，变成这个角度了，好，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拉的位置呢，比较是在上背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角度。如果说今天视线斜前方，好，往下拉，这个位置是阔背肌的话，那如果说我身体向后躺多一些，好，摆回来，这个位置就会在我的水平面做一个后拉的动作。那练的位置也相对在我们的上背部，就不是阔背肌的哦。所以你今天如果说向后躺的较多一些，那练的位置就会有所不一样。好，那如果说你今天是针对阔背肌，我们来换一个把手。如果说是针对阔背肌的伸展的话，我会建议换了个相对窄的把手呢，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伸展。那阔背肌的收缩也会进而的变多。下拉吐气。好，以上。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们在练划船的时候，有没有需要去夹紧手肘？那它是一个很好的 Q 吗？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们的胸大肌跟阔背肌呢，其实都是一个内转肌，所以当我今天划船到底的时候呢，手臂会自然的一个内旋，它会自然形成，也不用刻意的去变成这样。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在顶峰收缩的时候，给它一个 Q 是夹紧手肘，反而会抑制阔背肌的收缩，进而造成肩关节不稳定，然后也会造成不必要的受伤的风险。看一下划船，身体微向后躺，往后拉的过程中，手肘会自然形成一个内转，所以不要把它夹起来。好，这个叫挤压，所以放松往前，它自然的会形成一个外旋。这个外旋的 Q 呢，顶多适用在于你伸展的时候，所以当你今天在收缩的过程中，夹紧手肘就不是一个好选择哦。OK， 那再讲一个，就是身体的躺的角度。刚刚有讲过，我们身体躺的越多，它练的位置变成斜方肌了。OK， 身体往前，好，练的位置会比较像是我们在做滑轮下拉的角度，所以也就是阔背肌会来的多一些，但我的腰椎的压力会相对来的大一点，因为我前面没有可以支撑的一个靠垫，所以当我今天身体向前的时候，如果说你的髋铰链没有很好的话，髋活动度不好，我的腰椎就必须要代偿，也会来的比较有压力，受伤风险也就会高一些。所以大部分看到的都是身体保持直立面，让阔背肌跟上背部同时参与，对，微微的向前，这样还可以。OK，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你髋活动度的动作哦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样健不好的训练动作迷思，还想看什么更多迷思呢？然后以下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这样健不好哦。我们下次见。好，外面这个是台风吗？好。